千元档手机啊，最难做扎实的，往往是那些用户天天会遇到，又很难靠参数表讲清楚的体验。你比如耐不耐用，出门一天电量够不够，用久了会不会卡，给家里长辈用够不够省心。Realme 呢刚刚发布了 Realme Note 17 Pro， 那从官方宣发来看，它就是往这些体验点发力的。那咱先不评价各种测试认证的含金量，直接拆开看看这些卖点有没有真正落到结构设计和用料里啊。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主体是金属加塑料，顶部挡板呢是塑料啊，里面能看到一圈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后盖分离下来以后，能看到它是复合材料啊。镜头 decal 呢是分级拼接设计，镜片呢是玻璃，镜头和闪光灯周围有铝合金包围，把凸起位置保护起来。下面那块底座用的是玻璃质感的复合材料。来到后盖内侧啊，四周添置有整圈厚实且完整的防水缓震泡棉胶，保证整机的防水和抗跌落能力。主板区域还额外覆盖了一片缓冲泡棉，来加强此区域的抗冲击性能。电池对应位置贴了黑色绝缘隔热贴纸，能填间隙，也能给电池多一层抗穿刺的保护啊。右下角的散热膜对应底部扬声器，两颗后摄周围有防尘密闭泡棉，四边呢带线尾结构，防止镜头偏移。闪光灯周围还加了3块粘胶，主要是加强这个区域的稳定性。第三步，拆卸主板，传统3段式结构，后盖这边除了外圈泡棉胶，主摄周围又单独加了一圈粘胶，用来提高对应位置的密封效果。NFC 线圈放置在后摄右侧，那这个位置用起来比较顺手啊。下方的散热膜呢盖到电池一小部分。这台机子没有无线充电线圈，副板位置呢有泡棉做缓冲。卸下主板区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盖板是混入20%玻璃纤维的增强型聚碳酸酯加金属啊。正面除了 NFC 线圈，还有3条 FPC 天线和闪光灯排线，排线上集成有用于万能遥控的后置红外发热器以及一颗闪光灯灯珠。来到盖板内侧，前摄顶阳 BTP 接口对应位置呢都有压紧填充泡棉，中间这块包了泡棉的导电部，主要改善电磁兼容。电池位置的散热膜一直延伸到主板核心发热区和顶部扬声器区域，面积呢来到2400多平方毫米。来到主体部分啊，前摄区域覆盖散热膜，自拍和视频通话时能带走一些热量。景深镜头通过一条转接排线连接到主板，下方还有黑色塑料支架承托，看起来结构上是有预留空间的。挑开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所有镜头都没有防滚架，主摄背面贴了铜箔，兼顾屏蔽和散热。景深镜头背面有钢布保护。摄像头的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图。取出主板，去掉景深镜头的转接排线支架，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PCB 来自百成科技，特意加厚到0.8毫米。主板高度相比上代也缩短了8.85毫米，让渡出来的空间呢可以给到电池加大容量，并且板子面积压得比较紧凑后呢，碰撞时更不容易被大幅度的形变牵着走。2颗后摄都架在主板上，景深镜头和 ROM 是背靠背放置。不过这个镜头本身这个负载也不高啊，中间还有屏蔽罩和塑料支架隔开，继热对体验的影响呢应该是不大的。主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看到额外防护，左上角集成顶部麦克风，正反两面的屏蔽罩都有铜箔，主要发热芯片位置有导热材料。揭开铜箔，核心3大件比较少见的采用导热硅胶垫导热。取下后吹开屏蔽罩，就能看到3大件都采用独立封装。从左到右啊，依次是高通的第4代骁龙 6S， 然后是 LPDDR4X 的 RAM。以及这个三星 UFS 4.0 的 ROM。那不过由于 SoC 的限制啊 ，ROM 最高只能跑在 UFS 3.1 的速率下。这个组合啊属于实用选型，重点放在稳定和功耗。那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顶部扬声器采用1012L 规格，里面没有填充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前置传感器小板呢是独立模块，只集成了环境光传感器啊。距离感应呢走的是超声方案，整机呢只有前置这1颗环境光传感器。
中框主板区域前摄和顶部麦克风收声孔周围都有防尘密闭泡棉，收声孔内呢有白色防水透气膜，两侧呢是包裹泡棉的导电部，兼顾缓冲和电磁兼容性能。主要发热芯片位置残留有导热材料，那应该是考虑到 SOC 的实际性能和中框的结构强度，对应位置呢没有做镂空设计来直出 VC 均热板。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卸下螺丝，取出盖板，盖板材质是金属加塑料，内侧马达和指纹对应位置贴了压紧泡棉，避免部件松动。底部扬声器是全枪设计的1115F 规格，内部填充有 N 倍子声学增强材料。那考虑到此机型主打的用户人群，扬声器还支持最高300%的超大音量啊！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副板的板材也特意加厚到了0.7毫米，来加强结构强度。防护待遇呢和主板一致，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上方集成有一颗底部麦克风 SIM 卡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接口来自 LCN 前德电子，根部有做封胶处理。内侧呢配备了防尘防水的胶圈，采用 USB 2.0 的规格，22.5瓦的有线反向充电也没有落下啊，可以给手机、智能手表等设备应急补电。那整机只配备了上下2颗麦克风，在目前这个元器件成本失控的时间段啊，这样的取舍呢也不难理解。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无需担心防护结构损坏。而这种防呆设计呢，还能避免水流直接冲击防水透气膜，降低其破损的风险。顶部麦克风收声孔呢，也有用类似的设计，取出指纹模组，采用短焦指纹方案，取出右下角的圆形 Z 轴马达，8乘3.3毫米的规格。中框副板区域底部麦克风收声孔有防漏音泡棉和白色防水透气膜。底扬出声口有蓝色胶圈加防尘网，扬声器本体上还有细密防尘网，2道防线阻止异物进入。第5步，拆电池，有快拆设计，采用单电芯单接口方案。Note 17 Pro 搭载的这块小米金沙大电池呢，是有13%的含硅量，让容量来到了9000毫安时。制造商呢为浙江新旺达，采用新旺达旗下的 LWN 理威新能源电芯。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830瓦时每升左右。电池保护板顶部贴有一片灰色胶条来做缓冲保护。CR 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保护板采用 SIP 系统级封装，内部集成有小米自家的电池管理芯片澎湃 G1，还有 CPAC 工艺啊，将保护板堆叠方式呢从 Y 轴改为 Z 轴，为电芯释放出更多的内部空间，进一步提升电池容量。那包装内附带有67瓦快充头，实测峰值功率呢是54.7瓦，1到100充电用时84分钟。另外，固定电池的胶体啊，这次也改良了，缓冲和抗震能力更强啊，让电池通过了 TÜV 难得5星抗机械损坏认证以及电池环境适应认证。对一台主打抗摔的机器来说啊，电池区域的保护其实是很关键的。最后一步，拆屏幕，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分离屏幕，采用 LTPS OLED， 使用小米旗舰系列同款的发光材料， 1.5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啊，表面覆盖康宁大猩猩 Victus 2玻璃，采用384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加类 DC 调光，实测手动全屏最高863尼特，开强光模式呢来到968，强光激发后突破1000亿，10%窗口下亮度超过3500尼特，进一步缩小到1%窗口后呢，亮度突破3800尼特，同时支持1尼特的最暗亮度。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采用触控 IC 和 DDIC 集成在一起的 TDDI 方案。软件显示方案提供商呢是联咏啊。来到中框，四周贴有用于提升抗跌落性能的高分子缓冲胶，中间还覆盖有大面积的缓冲泡棉，进一步降低屏幕受外力冲击时损坏的风险。泡棉下方则是同等尺寸的散热膜，面积呢有7000多平方毫米。CR 散热膜下方是4700多平方毫米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均热板的右上角贴有一片白色防水透气膜，CR 后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泄压孔呢通向边框顶部的这个洞，旁边呢是顶部麦克风的收声孔，远端的这3个是顶部扬声器的出声孔。底部屏幕驱动板的对应位置呢也有缓冲泡棉保护。还有一个值得普及的是这个产品线特有的边键键帽与聘针分离的设计，它不同于常规机型键帽和聘针一体式的结构啊，它的防水结构设计在独立的聘针上，这样既能保证键帽的晃动和框量不影响防水性能，还可以避免边键在长时间使用后出现磨损的这些问题啊，影响到整机的气密性和防水能力。最后的中框总成啊，虽然外框依旧是塑料材质，但内框呢升级成了 HZH5.9 的合金，它的刚度相比上代提高了30%，进一步加强了整机的抗弯和抗扭性能，同时还在机身四角做了进一步的加厚处理，降低手机意外跌落时对屏幕、主板以及其他内部零部件的影响。
那再配合屏幕、电池以及后盖位置的各种缓冲材料，形成多级缓冲架构，为整机提供更加全面的防护能力啊。防尘防水方面，整机在上下扬声器、Type-C 接口、屏幕、后盖麦克风、按键、机身开孔等17处做了关键性的防水结构件，系统性的增强防水性能，使整机通过了 IP66 加 IP68 加 IP69 加 IP69K 4重超级全满贯的防护认证，并且还有远远高于行业标准的2米水深72小时的浸泡测试啊。在此基础上，又特别引入了模拟用户极限使用1年后的防水耐久组合测试啊。在测试完后呢，将手机放入2米水深下泡30分钟，功能一切正常才算通过。好了，拆解就到这里。整机只有一种，共18颗螺丝啊。那回顾 Redmi Note 系列承担的角色，其实一直都很清晰啊，就是把成熟可靠、用户真正能感觉的体验，尽量放到更大的价格带里。影像、屏幕性能会一代代的往前走，但 Note 最该守住的始终是耐用、续航和省心。那拆完 Redmi Note 17 Pro 这个产品思路是能在结构设计和用料里看到的啊。9000毫安时的小米金沙江电池解决续航焦虑啊 ，IP66、IP68、IP69、IP69K 的全满贯防水解决意外进水，康宁的 Victus 2玻璃多级缓冲和加固中框解决抗摔，再加上高亮护眼屏、300%大音量和全链路的 AI 反炸，都是非常日常且实用的体验店。那说白了，就是让更多人不用花旗舰的钱，也能买到一台用得久、扛得住、少操心的手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